大家好，是的，没错，我又在车上了。因为这两天一直在修那个怠速不稳的问题，所以我常就是发动熄火，发动熄火。然后我在过程中，我有发现到我的仪表板好像怪怪的。像我那天说我有跑去国八小跑一下，看能不能让积碳好一点。那一次，我就发现我的仪表板的颜色，就是我开大灯嘛，它不是那个底色会亮，我好像左半部这边会自己变暗，然后可能开可能碰到点坑洞啊，或者路面不平，它又好了。然后我的油表也是时好时坏，那我看运气好不好，直接展示一次给各位看，我就直接看油表就好了，因为我只要看得到仪表板就没问题，然后但是油表这个问题会比较严重，影响比较大，所以就来试试看哦。现在油表大概就剩1/4嘛，然后摇一摇，抖一抖。因为我这两天在弄，我就是有发现到说，它会自己掉下来。像现在油表现在开始正常，但是好像我记得在开的话，它显示的油量会再多一点点。其实如果你发现你的车子的油表可能在某个区段会掉下来，就是譬如说假设你加满油，但是你吃掉1/4格的时候，它是直接就往下掉，然后开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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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油表才会再慢慢往下跑。那可能都是油表那个浮筒指示的那个东西有问题了。现在目前这样看起来，好像它又好了。因为这种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有点接触不良啦。在好几片之前，我有讲到我这台车就是有一次大雨过后，我有发现我的后备箱轮胎备胎坑那边有积水。因为我是有发现说，怎么觉得车子里面就有一个霉味、湿气很重的感觉，我才发现就是后灯那个螺丝孔那边，它原厂都是有一个类似海绵胶，那种应该算是泡棉吧，黑色的薄薄的那一种，那个久了都会压扁，就可能会烂掉，然后都是从那边漏水漏进去。我记得那次我下雨下好久，然后大雨小雨不断就对了，反正就下了很久，才导致后面就漏水。然后好像也是就那一次之后，车子都有一些小问题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拍了保险丝的整理跟清洁啊。然后就是那一篇多半都在讲车上的电路系统的一些接触不良啊，或一些氧化物造成的，来试一试看看。好像它的油量有变低一点点，因为油表的其实除了旧式的它还是吃码表线以外，要不然像现在很多车几乎都是电子式的，它只是都是一个电线插头插上去而已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可能仪表如果单纯以仪表来讲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后面那个它的排线插头那边可能久了有氧化物啊。我还是真的觉得它好像有比刚刚我第一次拍的时候还要再低一点，因为这个都是靠电阻下去侦测啦。那反正就猜猜看咯。然后像一般，其实你们如果是现在比较新型的车子的话，自己在拆要小心啊，因为真的仪表板这种东西，每台车在拆的方式真的都不一样。所以
可能自己要先研究一下你们的车子是什么拆，要怎么拆，然后再来动手，要不然后面的排线清洁应该都是大同小异。就拿个牙签啊，或者说硬一点的木头，橡皮擦，然后每个做清洁。真的呢，我觉得好像越来越低了。有没有发现，它现在剩1/4的一半？我觉得那可能真的那个有阻挡，氧化阻挡，那个电阻有一直在变。所以它又是类似侦测错误那样子。等一下哦，我好久没有拆我的仪表板，我就忘记怎么拆了。对啦，你看越来越低了，有没有？应该有发现吧？因为我开关电好几次了，应该这个就很明显。那因为基本上每台车拆装方式都不一样，再加上这个一定要2只手才能做，那我就这边就先省略掉咯。好，因为基本上如果只要是日系车，我记得 BMW 好像也是10字的，我以前那台老 B 好像也是10字的，多半都是10字螺丝起子，你就准备一把长的，然后一把短的，多半都很好拆，然后只是你螺丝松掉以后，你要稍微调一下位置，它才能会比较方便的出来。然后应该可以看到后面的排线都在这边。那我就继续下一栋，等一下再跟各位聊。好了，拆下来了。然后像你们在拔这种插头的时候，真的要注意哦，你不要只拉电线。你们不要只拉电线，可能会把它拉断。那就是记得这个一些按扣一定要按到底，像按到底以后，尽量去握着这个座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拿把小的1字螺丝起子辅助你把它翘起来。然后在拿的时候都尽量就是小心点，要等下把内装刮花啦，或者说镜面刮花，造成不必要的损坏。那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样子可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它有一根比较黑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这边是都还好，这样看就那一根比较黑。那这一边的话，这边角度比较差。那像这个的清洁的话，像如果更换灯泡就是后面这个，像我都会习惯，可能反正都拆到这边了，我灯泡都会可能稍微拔下来的转动一下，因为它都是靠旁边这边在导电，有时候它可能压扁了，有没有？它那边都有那个电路板上都有那个导电的那个轨道，它就是都靠那个在导通拉发亮，它执行它的功能。像我的习惯可能都会摸一摸啊，碰一碰。像如果角度比较不好的话，可能可以尝试拿把小的尖嘴钳，你可能会比较好施工。然后顺便检查一下灯泡有没有发黑啊，诸如此类的。因为我印象中我在开车的时候，虽然很久没有开了，但是记忆应该是没有衰退到那种程度，都没有我就觉得我刚刚有讲嘛，就仪表板的这一半不会突然按掉，应该就这一颗可能有点接触不良。但是目前看应该是没有断。那大概的清洁方式我先跟各位解说一下，就拿个小的一支螺丝刀，然后稍微的
在明亮的地方看一下哪一个插pin，这个叫插pin，就是插针啊，就稍微的看哪一根比较脏，稍微的给它刮除一下，然后这个的话检查看看，插头的话检查看看有没有铜绿啊，或者很明显的脏污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那真的一只手很难作业，那我就先省略，因为大概就是清洁范子就跟我说的差不多。那稍等一下，好，码表那边我已经清完了。那我们先来看插头的附近，插头的状况，这样可能不太好拍。我大概有看了一下，它应该是一点点脏而已，因为我插头这边看没有很明显的脏东西在里面。其实这个，因为它毕竟它就是那根仪表板上面是公的嘛，然后就它是针状的，它插到里面去就咔的夹住，然后也有可能是久了它撑开，或者说有脏污卡在上面都有可能。然后如果手边有电子复活剂的话，就是电子接点复活剂的话，可以尝试的稍微喷一下，喷完以后这边电坏布，等一下哦，就在下方垫一块布，然后就这样子喷，就这样把它喷完以后朝底下，然后每条电线稍微的按压一下，看有没有断掉啊，或者说没有插紧那种现象。其实有些时候我是觉得，如果有打算做点保养干什么的话，可能你不要急着马上做，你先稍微思考一下，什么东西可以顺便一起做。因为有些东西说实在话并不是那么好拆，然后久久拆一次的话，就先做好准备，然后大概想一下你会怎么去处理，或需要什么工具，然后才不会说到时候临时要拆这个要拆那个，结果都在意料之外。有时候这样子在 DIY 风险会比较大，然后就像这样子。然后基本上有电的这种东西，我都是建议，就像前几篇讲的，冷的时候拆，干了以后再装，因为毕竟真的有电在跑的东西，难保可能水分残留啊，干嘛的风险会比较大。虽然电子复活剂它干的速度蛮快的，但是毕竟它也是靠一些压缩气体，那个喷射速度越快，它多少都会产生点水分啊，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然后像刚刚讲的，你这些灯泡的检查擦拭的话，你要记得哦，你从哪一个洞拔下来，你就要装回去哪一个洞，因为以早期的车来讲，可能一个仪表板，它可能最高归到最阳春的，它是同个仪表板，它都有那个备用孔都留好了。像我这个还有防滑、ABS 什么一大堆都有，问题是就没有这些功能啊，所以它有洞，但是没有装灯泡。所以你们在插灯泡的时候就要记得从哪拆，然后就装回去哪里。我看我连这个也稍微喷一下好了，保险一点，反正都拆下来了。然后因为
像这种插针里面就是电路板，所以一样在喷的时候就尽量都朝上，然后叫它喷。如果喷太多，它就会流下，不会再流进去电路板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。我觉得啦，每个人可能见解不太一样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事情真的小心一点比较好。然后像可能有点强迫症人，看到上面有螺丝都会想要锁紧一点。以我的经验，其实我也很喜欢锁这种螺丝，但是因为我经验，如果你没有拆过它，就尽量不要再去锁它，这个真的都很容易裂开。好了，基本上在拆装，你就记得一个原则：怎么拆就是怎么装，顺序最多只是颠倒一下。除了就是你在装的时候，像码表，我刚它有拔线头嘛，然后就是你在上去的时候，线头要先剪好，线组要把它剪好，稍微放进去以后再插上去。然后记得当线组插进去，它虽然会咔嗒一声，但是那只是那个卡榫卡进去了，并不代表可能真的全部都卡紧。像这样子，像这样子，我都还是习惯可能稍微线压一下，轻轻的压。你不要折90度压，有时候线已经有点在催化，你压90度往下压，就直接就断掉。就稍微握着这个线，稍微的顺势往下压一下，然后确定都无误以后放回去。其实老车跟一般车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只是可能它比较脆弱一点，因为很多螺丝啊，很多地方可能都。像我这台车21岁了，很多螺丝座，塑胶的螺丝座或一些东西可能都比较脆弱，所以你在锁的时候要稍微的拿捏一下力道。基本上这力道很难去形容。好，我螺丝都锁好了，插头也都插好了。然后我们来试试看仪表有没有正常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之前就是这样子。稍等一下，可能是哪条线有问题。好，结果很不幸的，它还是一样会这样子，只是。它变成偶发性，有时候摇一摇干嘛，它又好了。那我在想，应该问题可能是出在别的线路，或者可能就是浮筒本身就可能那个它的感应那个线磨的差不多了。因为我有发现，我如果保持的油量高一点的话，好像这状况比较没那么明显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。仪表板的灯的亮度好像正常。那仪表板的拆卸、清洁、线路检查，这个算成功一半吧，失败一半，因为油表还是这种鬼样子啊。好啦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